般有几种运营模式呢？还有它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呢？企业一般我们常见的有3种运营模式。第一种呢是自雇。自雇就是说这个生意是放在自己的名下，它的优点是什么？它的操作比较简单，成本比较低，你不用专门的报公司税，它是跟你的个人税合并到一起的，对吗？对。还有就是如果这个生意是亏损，它可以用来抵减你个人别的收入。对，就比如说你企业亏损2万，你工资收入有10万，你需要上交当年需要交的那个税就是8万。它的缺点是什么？它的缺点就是它风险不隔离，因为它没有一层隔离，它跟你的个人的资产挂钩，它的那个税务操作空间小。就比如说你已经到了最高边际税率，再通过生意再多赚出来的钱，当年还得以最高的税率去上税。对，如果是放在公司里头，你如果这笔钱你不先不拿出来，你就能起到延税的作用。这后面我会有具体的例子。对，就没有什么可操作性，是吧？对，操作性比较小。还有就是，其实有一些行业，如果你这个生意是放在个人名下，你被税务局盯上，被税务局审查的概率要大一些。那比如说短租生意放在个人名下，它被查的概率远远比放在公司里头要大。是这样的。对，还有第2种呢，就是合伙，我们常说的 partnership。那合伙企业就是说它不是股份制，就是合伙制。它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的自雇，它也不是成立公司，它就像咱们中国人说3人成伙5人抱团这样的，大家都组合起来2个或2个以上的实体。那这个实体也可以是个人或者公司，他们再组合在一起成立一个合伙企业，然后来运营这个生意。那么它的优点是什么？那它优点最大的优点，分摊成本，对吧？对，没错。那他用他的软件、办公室、他的人工，各种各样的成本，各种各样的费用，这都有了，它可以分担。对。然后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说，它的结构比较简单，你的加入和退出上面在法律层面上操作起来比较容易。它不像公司退出和加入，你要经过的要 file 的文件多很多，要经过的步骤要复杂很多。也就是说，它是建立于这个自雇与公司中间的，属于是合伙。对，它的那个还有这个好处，说它的有一个规模效应。那你一个人做一件事儿，和一群人做一件事儿，那能达到的那个市场 marketing，甚至这种头脑风暴，那都不一样，对吗？是的。就是你会有一个互相的技术上的支持，有的时候。对，没错。然后还有就是税务方面呢，它也简单一些。合伙企业本身是不需要报所得税收入，不需要交。你这个所得税的收入税，它是分到每一个合伙人身上，合伙人再去交他的所得税，都是分摊，也是属于分摊。对，它本身这个合伙企业它是没有一个所得税需要交。OK，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合伙人之间是相对比较自由的。那它的坏处是什么？坏处就是说合伙人要承担无限责任。除非你这个合伙企业是一个有限合伙企业，叫 limited partnership。limited partnership 就是说，他指定其中一个 partner， 一个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，其他的合伙人，那么他所承担的责任是有限。那就是所以说，合伙人之间的合伙合同 partnership agreement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他就是说，他需要约束每个合伙人的行为，要划分你的收入怎么分配，谁有管理决策权。你的加入和退出的机制是怎么样？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还有就是，那常见的领域是什么人？他喜欢成立合伙？他是专业人士。比如说医生、会计、律师。因为他们是一个知识层面的，用销售的产品是一样，他们用的软件这些都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吧？用的软件，所以他们能够合伙。那比如说你像他的软件是一样的，是什么意思？律师用同样律师软件，会计用同样的会计软件，所以他可以分摊成本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想做一个进出口，一个人想做房地产，这2人咋合？是不是？对。所以他一般是一些专业人士以合伙这个形式来
经营它这个对，企业。但它的缺点，它就是这个责任，它也是无限责任。对，除非你是成立，除非是就像我说的，对对对那你们大合伙人就那个 limited partner，他那个叫 general partner，他是一个大合伙人，他要承担无限责任，但是呢。当然，他决策权就会大一些。那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合伙人在税务方面也是有一些好处的啊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有3个专业人士，每个人赚15万。那赚15万，他如果是成立公司，他每个人都自己去成立公司，他可能只需要共用1个工人，那他拿不到最低税率12.2%。因为这后面我们会讲，它不符合条件，你达不到那个5500个 paid hour 这个小时数的要求，那3个人都只交20.5%的那个税率，公司税率。那如果他3个人组成一个合伙，那他们3个人共同去那个3个员工哈，他们就这个合伙企业就符合那个12.2%的税率哦。那么把这个3个收入，这个合伙企业收入分配到3个合伙人头上的时候，他的这个收入就可以享受50万以内就可以享受这个12.2%的最低税率了。哦，是可以这么做。OK。所以这里头是有一些税务的优化的。合伙里头的优缺点，这我们都说了啊。对。第3个那个企业的经营模式那就是公司啦，成立公司。对。千呼万唤始出来，千呼万唤始出来。对，好，来介绍。成立公司的好处，第一个好处，我想大家很兴奋啊！最大的好处肯定是风险隔离。对吧？大部分情况下是有限责任，这是根儿上了，是吧？你公司万一倒闭了、破产了，那你因为有公司这层屏障，你至少能保障你个人的资产生活不受影响，这是很大的一点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公司是有一些税务上的优惠，就像我前面说的，它的最低的税率可以做到12.2%，50万以内的积极收入，好做吗？12.2%。不难，不难是吧 ？OK，后面我会详细讲到它的条件。对于专业人士不难，是吧？还有就是将来你转让你的股份的时候，你如果也是说你这个公司如果是符合条件，你有可能是能享受到终身的91万的增值免税，这是很大的一个诱惑。那比如说你成立一个公司，当初你白手起家成立一个公司，你可能只投入了100块钱，等你做了多少年以后，这公司价值100万了，那么你把这个100万卖掉，扣掉各种各样的费用，你整个这个公司不用交税的。如果是符合条件，还是后面也会讲到啥样的条件，也很简单，是吧？对于积极收入来说不难。好的。还有，它就成立公司有更多的税务操作空间、规划空间。那最典型的就是说，通过这个对于这个公司收入的分配，以什么形式分配给股东，分配多少，就是说以分红还是薪水分配多少的问题，结合股东个人的实际情况，能够达到降税，整体降税啊，是公司和个人加起来。整体的降税和延税的一个目的，这个也是后面会有例子具体讲到。好的。那么成立公司的缺点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说肯定也有缺点。它一个是如果公司亏损，你个人收入不能用来抵减个人收入，你亏损你就得留在公司里头，就是说 capital loss 就可以一直延下去，一直 carry forward 下去，然后还有就是持有成本会高一些。因为对啊，会计费啊，每年你要单独报税，对吗？对。但是事实上，大家一定要明白，会计你付出的会计这个成本几千块钱，对于你整个 business 运行来说，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，不占一个很大比例。对，也许会计一个动作或者是一个很细心的检查，你也许就能省出来更多的钱。那当然，这是对，不应该是判断成不成立公司的一个标准，但我得给大家点出来。